大家好，我是萨姐。今天我们来做焦糖布丁蛋糕，3层不同的制作工艺组合在一起，焦糖、布丁和蛋糕融为一体，口感极其丰富。焦糖焦而不腻，配合嫩滑的布丁和松软的蛋糕，是一道绝佳的甜品。我们用2个长方形的模具来做这个焦糖布丁蛋糕，也可以用圆形7分蛋糕模具来制作。换算比例可查看视频下方的文字描述区。这款蛋糕由于需要水浴，先在模具的外层包上2层锡纸，以免水浴的时候进水。焦糖布丁蛋糕分为3部分，由焦糖层、布丁层和蛋糕层组成。焦糖熬制的合适，不觉得甜，微带一点点的苦味，口感意犹未尽。焦糖原料很简单，只需要水和细砂糖，中火加热。熬制焦糖的时候不需要搅拌，砂糖随着温度的升高会慢慢融化，变成透明的糖水。中小火加热，直到沸腾，开始出现较大的气泡。随着温度的不断升高，可以感觉到糖水变得有点粘稠起来，大气泡也分裂成小气泡。这时候改成小火，继续加热。糖水开始出现浅褐色，来回晃动小锅来替代搅拌。由浅褐色变成深褐色，可能只是瞬间的功夫，所以大家必须要很留意。变成深褐色之后就可以关火，倒入一点热水，倒的时候用刮刀稍微挡一下，这样糖水就不容易飞溅出来了。开小火加热，把焦糖和新加的热水搅拌均匀，煮沸出现很多小气泡，焦糖有点稠度，可以滴落的状态就可以关火了。趁热马上倒入准备好的模具里，来回晃动，让焦糖平铺在模具的底部。室温放凉之后，放入冰箱冷藏大约20分钟。取出的时候，表面已经凝固成固体的焦糖了。接着来制作布丁部分。碗里加入4枚中号的鸡蛋，每颗大约55到60克之间，额外再加入2个蛋黄，加入细砂糖，搅拌直到听不到沙沙的声音。小锅里倒入牛奶和淡奶油，中小火加热，直到牛奶混合液开始冒小泡，但还没有沸腾就关火。一边沿着碗的边缘缓缓地倒入，一边快速地搅拌蛋液，这样蛋液就不容易煮成蛋花了。全部混合之后搅匀，过几次筛去蛋液中的气泡和蛋白杂质。完全放凉之后，分成均等的2份，大约每份340克左右，沿着模具的边缘慢慢地倒入模具里。先放入冰箱里冷藏。最后来做蛋糕部分。今天的蛋糕我用的是烫面的方法来制作，其实就是传统的古早蛋糕的做法。先来加热植物油，也可以用玉米油、菜籽油和麦麸油来代替。小火加热，看到油丝攒动了，过10多秒，油温差不多就70到85度之间，温度计显示70多度。倒入过了筛的面粉里，面糊应该是一个不太厚的状态，能顺滑的流下。如果出来的烫面糊很稠，就说明油温过高。倒入牛奶，烫面糊吸收了所有的牛奶，变成了较为粗糙稠厚的面糊。碗里分离蛋白和蛋黄，用2枚大号的鸡蛋，60到65克左右。分离的蛋黄倒入烫面糊里，转圈搅拌，面糊慢慢的变得丝滑起来。提起搅拌头，是缓缓流下的状态。这时开始预热烤箱到140度。现在来打发蛋白，除了2个蛋白之外，额外再加入30克左右的蛋白，滴入少量的柠檬汁，也可以用白醋或者塔塔粉来替代。
增加蛋白霜的稳定性。先中高速将蛋白打发成较粗的泡泡，加入1/3的细砂糖，继续中高速打发，直到蛋白霜里的泡泡开始变得细腻，而且出现比较粗的纹路，再加入1/3的糖，中速搅拌，纹路开始变得细腻，提搅拌头是会塌下来的大弯钩，加入剩余的糖，低速搅拌，蛋白霜看起来非常的细腻和有光泽，挤起来是一个大的弯钩状，但相对比较坚挺，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湿性发泡。取1/3的蛋白霜倒入蛋黄壶里，由下至上的翻搅，搅拌好之后直接倒入剩余的蛋白霜里。如果蛋糕壶消泡的话，表面就会出现很多的气泡，质地也会比较稀，烤出来蛋糕高度就不会不够，也非常容易塌陷。用刮刀搅拌，直到彻底见不到一丝的蛋白霜。搅拌好的蛋糕糊看起来很饱满和顺滑。用勺子一勺勺放在布丁液上，蛋糕糊由于比重较轻，会浮在布丁液的表面。2个模具放得差不多平均了，放在稍大一点的烤盘里，用牙签划几圈去除蛋糕糊里的小气泡，让表面更加的平整。加入可以没过模具底部2到3公分的热水，放入烤箱下层140度先烘烤大约55分钟，之后调高至160度，继续烤至6到8分钟进行表面的上色。由于各家烤箱的设置和温度都稍有不同，所以大家应该根据情况进行调整，随时观察蛋糕上色和膨胀的情况，判断蛋糕是否烤熟了。取出之前轻按蛋糕的中央，表面很有弹性，而不是软塌塌往下陷的感觉，就代表烤熟了。出炉之后马上从烤盘里取出，拿走锡纸，室温下放凉，盖上保鲜膜，放入冰箱冷藏至少3个小时。冷藏好之后取出，蛋糕基本恢复原本的高度。脱模的时候用刮刀刮一下四周，倒扣，香浓的焦糖瞬间流淌下来，焦糖布丁和蛋糕3层完美的组合。一口咬下去，好吃的难以形容。欢迎大家发自己的作业到我的 Facebook， 我是萨姐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和订阅，有问题也可留言给我。其他视频请进入萨姐的南腔北调观看。我们下集再见。